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梦君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《海贼王》番外篇首位最后的大舞台。草王团这次居然进军演艺圈了。如果没有兰多鲁夫团队的戏剧演出，我们都不会有机会看到影后娜美、歌剧女王罗宾、谐星乌索普和动作明星路飞的精彩表演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正题。说到戏剧演出，兰多鲁夫家族无疑是最棒的，他的演出十分热血，常常给人带来希望，广受好评。而今天是兰多鲁夫一生的最后一次演出，十分珍贵，粉丝们蜂拥而来，现场锣鼓喧天。草帽团正巧也在岛上休息，被这个气氛所感染，于是买了票，准备观赏一下这位超高人气的英雄演员的告别演出。演出的舞台在一艘船上，现在距离演出开始还有一段时间，但是路飞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跑到船上去玩了。上了船以后也没有工作人员，路飞等人左顾右盼，看哪里都好奇，乱闯跑到了船上的道具间，看到这里有这么多服装、刀剑、道具，路飞和乌索普、乔巴异常兴奋，不管不顾开始玩了起来，就连一边的山治也忍不住加入他们。突然在后台的方向传来一阵阵咆哮声和厮杀声，路飞等人好奇地跑过去观看，发现原来是演员们正在排练。这个白头发的大叔就是人气旺盛的英雄演员兰多鲁夫。此时他打败了敌人，正在高昂地诉说台词，直到把你们这些海贼斩草除根为止。情绪之激动，仿佛是个海贼有着血海深仇一般。经纪人走出来招呼大家休息，演员们都在为兰多鲁夫的退隐倍感惋惜。这时女主角粉红女郎和另外2个男演员走出来，当着众人的面宣布罢演，因为剧团给的钱太少，没什么前途，他一刻都不想待下去。现在他就想要立刻辞职下船。可是现在距离演出开始只剩下30分钟了，粉红女郎和另外2个演员走了，这场戏就缺了3个角色呀。正在经纪人和剧组的人发愁之时，在一边看热闹的娜美站出来，毛遂自荐要演女主角。长相甜美的娜美立刻被剧组的人接纳，接着路飞、乔巴、乌索普也跟着凑热闹，代替了离开的演员参与进来。不仅如此，就连一向高冷的罗宾也来了兴致，积极报名参与。索隆和山治都震惊了，工作人员紧张筹备。随着一声振奋人心的开场鼓，演出开始了。首先上台的是报幕者乌索普，他一身70、80年代英国绅士的打扮，声情并茂地念完了开场白，但他还没尽兴，想要继续演，经纪人赶忙把他扯下台。接着上台的就是扮演骆驼的乔巴和扮演公主的娜美，罗宾则扮演海盗船上的普通妇女。不过罗宾有点上头了，平时安静高冷腹黑的他，此时异常的活跃，夸张的演技和歌剧演员的嗓音惊吓到了所有人。接着海贼登场，扮演海贼手下的山治一边往台上走，一边还背着台词。乌索普高呼海贼来了，疯狂逃窜。罗宾高声唱起了歌剧，然后是扮演猴子的路飞登场。然而负责后台的索隆收到错误信号，启动舞台旋转机关，台上顿时一片混乱，已经分不清好人坏人。喧闹了半天，主角兰多鲁夫终于登场。第一场演出在兰多鲁夫所扮演的海军正义的宣告中结束了。然而演出还没有结束，兰多鲁夫就和路飞打起来了。这是为啥呢？原来路飞不小心暴露了自己是海贼。兰多鲁夫的家族本来是演戏剧的，后来海贼袭来，兰多鲁夫的亲人们都被海贼杀死，于是兰多鲁夫加入了海军，后来成为海军少佐，逮捕了杀害他家人的海贼。之后兰多鲁夫又回归舞台，继续自己的演艺生涯。兰多鲁夫对海贼十分憎恨，他的戏剧作品中多数都是正义的海军打败邪恶的海贼这样的故事，深受人们喜欢。很多亲人被海贼杀害的人们都受到过兰多鲁夫的激励，重新振作。但兰多鲁夫本人曾因为和海贼战斗受了伤，这个旧伤让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很快他就不能说话了，所以这次是他最后一次演出。兰多鲁夫和路飞在后台大打出手，他虽然年迈体弱，但是身手十分敏捷，打得路飞节节败退。看来年轻时兰多鲁夫必然也是个格斗好手，但路飞也不甘示弱，立刻还手揍了兰多鲁夫一拳。不过演出的时间到了，双方只好暂时作罢。然而这时海军的炮击袭来了，接着海军军舰靠近兰多鲁夫的演出船，以走私武器给海贼这个罪名将兰多鲁夫逮捕起来。兰多鲁夫懵逼了，怎么可能？但随后海军就在演出船上搜出了好几箱海军的武器弹药，这下人赃并获，兰多鲁夫想抵赖也不行了。兰多鲁夫觉得这一定是误会，
找到海军的中佐说清楚就好了。于是任由海军把自己铐起来。机智的路飞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便跟了过去。果然，兰德鲁夫被带到海军的军舰上，才发现这个海军中佐小胡子是自己以前的一个下属，他曾经偷偷向海贼走私海军的武器，又谋杀自己的同伴，被兰德鲁夫发现后送去了军事法庭。对此，小胡子对兰德鲁夫怀恨在心。如今他当上了海军中佐，有了权力，特意跑来报复兰多鲁夫。他让粉红女郎将海军的武器偷偷放在兰多鲁夫的演出船上，诬告他和海贼有军火交易，然后派人将他抓来恶整。路飞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出现，吓了小胡子一跳，赶忙启动机关把路飞丢进地牢，然后狠狠地揍了兰多鲁夫一顿，把他也关进地牢里。小胡子煞费苦心，故意选在这天兰多鲁夫告别演出的日子来关押他，让他无法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，简直是杀人诛心。兰多鲁夫在地牢里倍感绝望时，路飞突然出现，扒开牢笼，背起兰多鲁夫就跑。他将兰多鲁夫安全地送到演出船上，让他完成最后的演出，而海军就交给草帽海贼团来处理好了。相信我吧，一旦决定好的事情，就要拼命完成它，这就是海贼。此时的路飞简直圈粉无数啊！小胡子则十分人渣，将手下对着演出船炮击，丝毫不顾上面无数的无辜群众。乌索普、索隆、山治、罗宾纷纷参战。路飞先是化身气球弹回了海军第一发炮弹，海军猛烈的炮轰就此开始。一开始，索隆和山治等人还能轻松拦截，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，索隆等人再厉害也很难拦住铺天盖地的炮弹雨。索隆和山治乘坐的小船也被炮弹击沉，黄金梅利号也遭到炮弹雨围攻。眼看这样下去，梅利号就要被击沉了。纳美紧急改变作战策略，将梅利号靠过去打近身战。罗宾有能力干倒了一艘军舰上负责放炮的海军，然后将炮筒360度转头对准军舰猛轰。梅里号靠近军舰，路飞和乔巴跳上去和海军展开近身肉搏。海军哪里是这两人的对手啊，全部被打飞。另外2艘军舰分别被索隆和山治袭击，海军们吓得纷纷跳水。小胡子听说对手居然是悬赏近1亿的海贼，气得大怒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罪给手下，威胁着说要把手下全部送去军事法庭。海贼们对这个心里只有升官发财的中佐忍了很久了，这次真的是忍无可忍，纷纷乘船离开小胡子。小胡子瞬间成了光杆司令。小胡子眼见手下都跑了，吓得都站不起来了。路飞赶到他的船上，一拳将他打飞。而另一边，兰德鲁夫在草帽团的掩护下，终于顺利完成了演出。他作为正义的海军，打败了邪恶的海贼。就在他准备宣读最后那句胜利宣言，把你们这些海贼斩草除根这句话时，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他犹豫了半天，最后说道：我们的敌人不是海贼，无法原谅的敌人是那些被肮脏的欲望玷污的心灵，是腐败掉的灵魂。兰多鲁夫慷慨激昂地说出了最后的台词。短暂的沉默后，台下如雷鸣的掌声响了起来，全场激动的落泪，而草帽团的英雄们则悄悄地驾驶着梅利号离开了。